你觉得穷人能跟富人做朋友吗？一个女孩踩到了班长的口红上，结果和富二代班长成了20年的闺蜜。当时老师在没收学生们的化妆品，班长海洋不仅丢了很多化妆品，还被罚去打扫女厕。女孩恩江把藏起来的口红还给了海洋，却得知海洋本来是要送给她的。家境贫寒的恩江非常高兴，于是她和海洋一起打扫厕所作为回报。但很快，贫困又把恩江拉回了现实。放学时大雨突降，恩江连一把完整的伞都没有，她不愿被人看到破伞，直接冒雨回家。海洋想载恩江一起回家，恩江不愿再欠人情，坚决拒绝。这时一辆车路过，溅起积水，海洋的伞掉地上，2个女孩被淋得湿透，她们互看对方狼狈的样子，笑得开怀。转眼20年过去了，穷的还是穷，富的依然富。恩江一直很努力，却徒劳无功。这一天，他帮海洋送珠宝给客户，结果富人家的狗比外面的还嚣张，猛扑过来，把恩江吓得摔倒在地。狗没事，恩江却被客户骂得狗血淋头，倒霉时连喝凉水都塞牙。恩江接到客户的委托，带一包珍贵的珍珠给海洋。离开时，富人家的狗又发疯，可怜的恩江在被吓得摔倒，珍珠袋子也被狗咬破。事后检查，海洋发现少了3颗珍珠，他抱怨恩江太大意了，完全没看到恩江摔倒还伤了腿。要强的恩江没要跑腿费，悄悄离开了，然后赶去客户家，给保姆塞钱，以便进院子找珍珠，但只能等到晚上狗睡了之后。接着恩江去忙自己的正职，给孩子们补课。下课后再赶去客户家时已经很晚了，他找到丢失的珍珠，最后一颗偏偏掉在狗窝旁。害怕狗的恩江硬着头皮从狗嘴里抢到最后一颗逃回来。再后来的恩江连夜赶到海洋家里归还珍珠，她断然拒绝了海洋的邀请，不去他家里坐坐。海洋只好让老公次元送她回家。开车时，次元发现恩江膝盖受伤，立刻掉头买药帮她处理伤口。恩江低头看着这个体贴的男人，眼里多了些许复杂的情感。恩江努力压下心中的波澜，便请次元吃碗泡面。次元惊讶恩江竟选中了他最爱的口味，恩江脱口而出他们9年前一起吃过这个味道。次元没察觉对方的心意，以为恩江只是记忆力好。恩江脸上露出一丝苦涩。第2天早餐时，恩江家里乱成一团，就像他的人生缩影。妈逐个嫌弃了家里人，尤其是批评了恩江和妹妹恩山。恩江天天跟着有钱的闺蜜跑，完全不指望她考上老师。恩山也没有什么出路，一边打工一边考公务员，次次落榜。财阀家的小儿子忙着内斗，穷人家的小女儿却得忍受妈妈的数落。幸好恩山还有恩江这个大姐帮她挡枪，虽然恩江自己也混得不好，男朋友时真的很差劲，大30几岁了还在考公务员，没啥成就。妈感叹恩江原本更早认识次元，却让这么优秀的男人溜走。恩江愿受委屈，但不能容忍被渣骂，饭也懒得吃，直接甩脸走人。除了男友的事，恩江很少生气。她的人生就像送修的鞋子，修修补补都是疤痕，可依旧固执地对抗着这个世界的恶意。和恩江完全不同，在渣的表现简直如其名。她收到了考上公务员的通知，却谎称没考上，说是不打算再考了。恩江好心劝说，却被再渣冷脸对待。这种男人简直该送去与神同行的片场下地狱。再渣刚赶走恩江，就立马约朋友去喝到烂醉。可怜的恩江还毫不知情。他来海洋这里报道时，海洋一边为昨天让恩江应付难搞客人道歉，一边补给他跑腿费。恩江因为捡回了珍珠交差，终于放心收下了钱。接下来迎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剧情。恩江在一旁帮海洋忙，一会还要去跑腿。这时海洋的一个朋友来分享八卦，说的是一个女人的老公和闺蜜好上了，后来这个女人抑郁自杀了。恩江心里猛地一紧，他走到门口时又听到刺耳的对话，他们还说海洋的朋友都不能信任，还暗指也要防着恩江。接着又补刀说海洋不会输给恩江这种人，穷人的苦楚总是相似的，比如接下来出场的南哥，像恩江一样屈辱的无力掌控自己的人生。他是次元的姐夫，家里老爹有事，他想回来照顾，结果岳父妈妈忌日，次爸催他回去筹备。南哥回到老家却没见上老爹一面就得离开，半路加油时还闹了乌龙，他急着走忘了付钱，在加油站工作的恩山追了半天才要回钱，误会他是故意的。
两人初次见面就留下了坏印象。此刻，恩江正伺候次元的妈妈和姐姐，这俩人完全忘了是次爸妈妈的忌日，今天还偷偷出门整形，一路上指挥恩江帮忙，结果回家后遭遇次爸的雷霆之怒，现场一片混乱。愤怒的次爸命令次元以后不准祭拜次妈，否则死了也会复活，找他麻烦。躲在楼上的次妈听到这些话，狂酸次爸70多岁了，还整天把妈妈挂在嘴边。看到这儿，我觉得次妈和石都应该一起送去，与神同行的片场接受审判。没有一点愧疚之心的次妈和南嫂让恩江端茶倒水，作为回报，他们从钱包里甩出几张钞票。此时的恩江真像家里的仆人一样，穷人很惨，富人也有他们的烦恼。海洋刚加完班就收到通知，赶去医院探望刚做完手术的妈妈。看着无人陪护的妈妈，这个做女儿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海洋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，他到继父家10天已经黑了，继父自然没什么好脸色，猛夸全程多亏恩江帮忙。恩江识相的告辞了。接下来这段剧情特别有趣。江已经洗了一部分祭祀用的碗，海洋只洗了一些剩下的，就累得不行，直呼洗碗真累。此时有2个男人比海洋更累。首先说说次爸，次妈打呼放屁一整晚，次爸一度以为次妈在梦里经历了泥石流。另一个崩溃的则是南哥，南嫂完全继承了他妈的习惯。南哥开门那刻仿佛置身寂静岭，房间雾蒙蒙，眼睛火辣辣的疼。2个婚姻不幸的男人半夜一起喝闷酒，次爸也只有这时候才对女婿态度稍微好点。第二天，恩妈意外发现恩山在加油站工作时穿着暴露，这个火爆脾气的老妈马上发火了，家里开了个批斗会。恩山觉得自己没错，加油站为了吸引顾客穿得清凉点，放到如今根本不是事儿。恩江不忍妈妈和妹妹的冲突升级，只能拜托在继父公司上班的南哥帮妹妹找份工作。恩江和南哥去年好像有些秘密，最终南哥答应了恩江的请求，开掉现有会计，把恩山安排进去。恩江把妹妹介绍给南哥时，山发现这个男人就是之前加油不付钱的大叔，真是躲不过这冤家路窄。晚上，疲惫的恩江接到海洋的电话，他说在酒吧遇到了正和朋友庆祝的在渣，结果恩江通过这种方式知道男友考上公务员，在渣居然厚脸皮地说瞒着是想给恩江一个惊喜，然后还让他结算今晚的酒钱。带着强烈的失望，恩江做了个梦，梦到他和海洋分别带着伴侣去别墅玩，然后次元亲了恩江。诡异的是，同时海洋竟然做了同样的梦，之后梦里的场景竟然开始上演。海洋为庆祝恩江男友考上公务员，组织了别墅局，4人都穿着和梦里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好色的在渣盯上了海洋。次元则对成功的事业各种极度不爽，白天到晚上在渣一直用他那套话术，各种阴阳怪气的酸次元。后面的剧情和梦境终于不一样了，次元没有在同样的场景内吻恩江，反而是在渣这边一直色眯眯地盯着海洋的腿。次元私下提醒在渣，不爽他也别破坏气氛。在渣收入低，脾气还大，气呼呼的就准备收拾东西走人。恩江用好话劝住了他，渣没闹多久又开始捣乱。他拿出测谎仪，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。开头的话题还算刺激，比如上次滚床单是什么时候？年轻气盛的海洋次元昨晚刚滚过，恩江则是3个月前。没想到渣越玩越过分，逼问恩江有没有被别人吸引过。海洋和次元看到恩江不对劲，想停下游戏，结果在渣就是不让步，现场气氛越来越僵。恩江一直沉默到游戏结束，这让在渣更加怀疑女友。渣男渣女特别容易觉察他人的渣性，在渣观察后认定恩江在单恋次元，他各种嘲笑女友不自量力，越说越气，最后还连带骂了次元。一方面不爽次元不给他们主卧，另一方面次元也警告在渣不要对海洋越界。这家伙真对海洋上心了，私下里居然还一副理直气壮的骂次元冤枉他，真是个脸皮厚的狠角色。江觉得好不容易出来玩一趟，好心主动讨好在渣，想平息怒火，哪知道这个混蛋竟然把他推倒在地，一脸嫌恶。与此同时，次元和海洋那边也有麻烦。次元忘带安全措施，而海洋专注事业，不想现在怀孕，直接把老公推倒在地上。求欢失败让次元很尴尬，他离开卧室借酒浇愁。失落的恩江也来到院子里，他脱掉衣物下水游泳，2人短暂对视，次元赶紧逃开。
恩江陷入了一段禁忌之恋。他妹妹恩山也一样，因为公司较远，南哥每天开车送恩山上班。我一眼看到南哥在不停嘀咕，恩山要么毒舌，要么冷漠，当时就直觉这俩人会有事。果然没错，编剧先安排了一记急刹车，南哥本能地扑向恩山，手正好按在他胸上。恩山现在有多讨厌南哥，后面就有多不可自拔。晚上，南哥听到继父崔海洋生个孙子继承家业，他对继父百般照顾，却根本没有继承家产的机会。南哥的儿子南仔一句话让人心凉，对不起，我不姓外公的姓。南哥越想越不是滋味，不敢把怨气撒在继父身上，只能责怪南嫂自私，连公公的生日都不记得，经常不走动。南嫂委屈地表示，她坐车去乡下会晕，竟然想借此推脱责任。海洋作为和南哥同样的外姓人，也觉得生活很苦，向老公抱怨公公不停催生，婆婆说她骗婚还不做家务。海洋只想搞事业赚钱，被这俩老搞得快魂飞魄散了。次元被骂得狗血淋头，今晚别想睡好。隔天，恩妈从大女儿那得知渣考上了公务员，立刻从不满意变成了百般欢迎。考公成功，仿佛修仙一飞冲天。恩江收到了海洋很多祝福，专注珠宝设计的海洋老板承诺负责恩江的戒指。他们的对话泄露了一条重要消息，恩江不想被海洋瞧不起，编了些关于家人的谎话，要么说家里人做生意，要么就在律所工作。他一直没底气，现在他最希望的就是靠渣翻身。这会儿，众人眼中的红人在渣正潇洒自在。这些年，他的生活开销都是用恩江的钱存下来的。考上公务员后，他一下子膨胀了。第一件事就是疯狂购物，身上穿名牌还不够，还特意买了辆车，这已经很过分了。晚上，恩江在帮渣收拾房间时，渣却在帮没空的朋友相亲，动手动脚，还耍嘴皮子，把他的禽兽本性展露无遗。每个家庭都有难念的经。海洋不仅压力来自老公家，他的父亲早些年欠了巨债，母亲还生病，哥哥自打家里出事后就失联了。海洋一个人早早承担起所有家庭重担，就算撑不住，他也会等到没人时再大哭。这部剧里几乎没看到一帆风顺的角色，比如南哥，好歹也是个社长，但因为靠着继父的生意，明明是女婿，却总是被骂得像孙子。恩山默默地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之后发生的意外让两人的关系好转。工地上出了意外，戴着耳机的恩山听不到呼救，关键时刻南哥冒着受伤救了他。这一刻，恩山被面前勇敢的男人深深吸引。可怜的南哥回家想让老婆帮忙热敷，但南嫂忙着追剧，根本不理他。最后还是儿子南仔帮了忙。那晚，恩山失眠了，他总是忍不住想到南哥。第二天，恩山依旧冷淡，但悄悄为南哥买了药。南嫂该做的事全被恩山揽了，禁断之恋的种子已悄然萌芽。恩江这边也没输给妹妹，扎谦隐藏在身，还是被恩江发现他疯狂购物，两人大吵了一架。扎谦像条摆烂的咸鱼，他觉得就算考上公务员也没法改变命运，已经受够了苦，早该享受生活。在他的糟糕规划里根本没有恩江的位置。这个男人估计还是舍不得恩江这张长期饭票，发了一通火后最终没提分手，只是说暂时不见面。昨晚是妹妹恩山失眠，禁断之恋的火花随之点燃。今晚轮到姐姐恩江，脑海中浮现梦里和次元亲吻，对方温柔帮他处理伤口，还在泳池中对视。第二天，恩江难得奢侈，买了一双高跟鞋，然后他满面笑容去找次元。海洋来的电话被他故意忽略，狗血味迎面扑来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今天继续带来红气球3至10集。这次恩江来找次元做美容，次元检查恩江脸部情况时，气氛变得暧昧。恩江想起自己梦到和次元热吻，次元则回忆起上次看到恩江裸泳的情景。就在此时，次元接到一个电话，得知海洋的妈妈情况不太好。紧接着，恩江也接到海洋电话，两人一起赶往疗养院。海洋的妈妈真是奇葩奶奶放奇葩，简直奇葩到家了。一会儿嫌弃恩江人穷衣品差，和海洋没法比；一会儿又警告恩江要远离次元避嫌。杨妈居然让来看她的恩江自己坐公交回去。恩江的人生真是充满了尴尬、狼狈和不幸。更糟糕的还在后头，恩山竟然看到姐姐男友在和其他女人勾搭，他追上时已经慢了一步。回家后，恩山立刻把真相告诉了姐姐。从他们的谈话中来看，
这已经不是男友第一次出轨被恩山撞见了。恩江过去时，正好看到渣男和劈腿对象搂搂在抱抱。渣男第一反应是安抚劈腿对象，居然撒谎说恩江是姐姐，先打发走了暧昧对象。接下来渣男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，他向恩江解释那女孩只是同事。当恩江要查他手机时，渣男先表现出震惊，然后假装痛心，反过来责怪恩江不信任他。最后渣男硬着头皮抛出选择题，查手机就是不信任，结果只能分手。这次恩江特别坚定，日子过不下去的在渣实在撑不住了，只能砸了手机。即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江还是没提分手，哭着离开了在渣的住处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海洋和闺蜜的情况一样糟糕，婆婆次妈说海洋忙事业赚点钱，全补贴给杨妈了，3餐不做，垃圾不扔，什么都要次元来做。海洋感到非常委屈，她跟次妈爆发了剧烈的争吵，两个女人的矛盾已经不可化解。继母逼着儿子离婚，事后次元带着花和巧克力哄海洋，海洋又伤心又生气，坚决不原谅。刚结婚时他家意外破产，继母坚称海洋是骗婚，结婚仅1个月，海洋就气到住院。后来继母嫌儿媳过年不做家务，海洋怀2胎时昏倒被送医，结果胎儿没了。3年前海洋想接杨妈来一起住，却被次妈坚决反对，不愿意儿子伺候岳母。这次更糟糕，杨妈和她女儿都昏倒送进了医院。怒火中的海洋连次元一起埋怨，责怪他之前说只要2人在一起就好。去年过节父母生日却跑回老家，把刚出院的他独自留下。海洋越说越生气，干脆跑了出去。当晚他喝了很多酒，告诉恩江自己没让次妈如愿生2胎的原因，是因为想努力赚钱，1年内还清娘家的欠债。海洋害怕赚钱还债和支付妈妈医药费的事被继母知道，那样他们的婚姻可能就完了。恩江表面上很能体谅，其实根本没理次元问酒吧位置的信息，直到海洋喝醉后打电话给次元，他才找到老婆所在的酒吧。一过去就看到醉醺醺的海洋在男客面前跳舞。次元压着火气把海洋扶上车后，恩江谎称自己一直在防止海洋被其他男人占便宜，还说刚看到次元发来的信息。恩江的小动作让海洋和次元的裂痕加剧，同时他的人生也在开裂。渣终于同意见恩江的父母，他答应这么快是因为恩江排队买到了最新款手机，男友劈腿撒谎砸手机他全能忍。恩江这脾气确实没谁了，可惜这强求来的感情不甜，老天都看不下去。吃饭时意外不断，最终渣被砸了头，这毕竟是谁都不想的局面。再渣却怪在恩江头上，一脸不爽的走了。恩江阴暗的人生进一步崩塌，妹妹恩山也逐渐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上次南哥救过恩山之后，这个女孩就对这个年长许多的大叔很有好感。这天晚上他们一起吃饭时，恩山听说南哥一直供养4个弟弟，因为继父早年间资助了学费生活费，所以成了赘婿。恩山感叹南哥根本没有自己的人生。之后恩山无意中听到南哥妹妹打来电话，索要南爸牙齿的医药费。恩山看到南哥囊中羞涩，灵机一动有了主意。第2天南哥发现恩山挪用公款垫付医药费，吓得直问责恩山。恩山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，说如果被发现愿意自己承担责任。南哥怎么忍心牺牲他的好意，只好另想办法补上亏空。2人的关系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升温，恩江和在渣的关系彻底结束了。在渣在恩江家吃坏了肚子，半夜还摔断了手，他就借机向恩江提了分手。这种人渣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，只有在分手时为了快点脱身才会假装认错。在渣说恩妈用劣质牛肉冒充上等韩牛，话里话外都是嫌贫穷的意味，恨不得在渣赶紧和恩江结婚，负担他们的开销。在渣家庭贫穷，恩江又没正式工作，2人都没存款，在渣完全没信心结这婚。此刻恩江什么都听不进去了，满脑子只想着在渣想分手是因为妈妈用了劣质牛肉。他冲回家大发脾气，终于弄清楚真相。明明恩江给了买菜的钱，恩妈却为了私吞买便宜牛肉和快过期的豆芽，最后害自己拉肚子。这一刻恩江对生活彻底绝望，眼里噙着泪珠闪闪发亮。夜里恩山把姐姐叫了出来，他本想为了恩江一直想结婚的事去找在渣和解，结果发现那个渣男还和小三纠缠在一起。恩山劝姐姐没必要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人们看中的正常人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恩江不像妹妹那么大胆，
他一直重复自己已经37岁了，没有本钱再挑来挑去。恩山说的口干舌燥，对姐姐非常失望。他最终放弃了劝说。执迷不悟的恩江又去找渣男求复合，还带着海洋给的1000万和2枚钻戒。在渣直接告诉恩江别再执迷不悟，说自己从没把她当女友，完全没兴趣。过去4年，恩江像老妈子一样不准在渣玩游戏或跟朋友玩，他早就厌倦了这个所谓的女友。在渣为了彻底摆脱恩江，直接揭穿了恩江喜欢海洋老公的事。恩江眼神躲闪，仿佛被戳中痛处。恩江的至暗时刻却是恩山最快乐的日子。南哥知道恩山喜欢露营，他为了报答他挪用公款的事，偷偷开着继父的露营车载着恩山出门玩乐。这对年龄差距大的男女，在这奇妙的氛围下享受难得的放松。2个人好久没这么开心的笑过了。晚上，南哥为了和恩山聊天不显得落伍，问儿子学了点流行语。恩山则看着今天拍的露营照片，心跳加快了不少，时而兴奋，时而失落。第2天，恩山的情绪变得更加复杂，还加上了愤怒。他在社交平台看到那渣男晒出劈腿对象怀孕的消息，愤怒到极点的恩山直接上门揭穿这个渣男，还狠狠打了他一拳。劈腿对象得知真相后也和渣男分了手。与此同时，恩江被海洋叫了过去，这才知道渣男早前和海洋夫妇见过面，一边恳请他们帮忙促成分手，一边怪里怪气地提到次元人际关系很乱。恩江脸色一变，跑了出去。回家时，他碰到了等候已久的那个渣男。这个败类对自己的生活被恩江搞得一团糟，非常不满，特意来骂几句出出气。他嘲讽恩江脱光了也比不上海洋，想勾引次元更是痴心妄想。渣男的话像刀子一样刺进恩江的心。更糟的情况还没结束。第2天，恩山为了让姐姐彻底断掉复合的念头，一家人吃早餐时公开了渣男出轨对象已怀孕的事。这下他可真捅了马蜂窝。恩山一家人急匆匆赶到在渣所在的公司，一顿拳打脚踢让在渣挨了揍，总算出了口恶气。可惜恩江还是没争气。在渣一发消息，他又屁颠颠去找他，还特意穿着在渣送的衣服和高跟鞋。结果这渣男根本没想复合，只是让恩江替他说好话给现任女友。这种伤害让恩江彻底爆发，抓起桌上的杯子就泼了在渣一脸。在恩江那段纠缠不清的日子里，海洋也受到了牵连。海洋的后妈警告他注意自己的私生活，说是听恩江说的，说他留学时有很多男人围着他。海洋心里咯噔一下，最近次元也突然问起他以前的感情史，这让海洋怀疑是不是被好闺蜜恩江背后捅刀了。恩山在姐姐面前显得很有主意，但是自己的情感却乱成了一锅粥。继父发现了女婿挪用公款的事，直接冲到公司，当众把南哥骂得狗血淋头。恩山看在眼里，默默心疼这个老男人。那天他陪着不愿回家的南哥，从海边喝到汽车旅馆，直接把南哥喝晕了。这个醉汉把所有的怒火和委屈都发泄了出来。他从入职第1天起就没领过1分钱工资，继父擅自把钱存了起来，每月只给南哥家里打200万生活费，而且每次汇钱对方还非得谢语一番。南哥实在受不了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，继父总说会把公司留给他，可背地里一直催促次元生个男孩继承。像南哥和他儿子南仔这种外星人根本什么都得不到。都说小孩的观察力最敏锐，南仔也是一样。这几天南哥都没回家，这个忍无可忍的男孩是家里唯一提拔说话的人。他怒斥外公外婆太刻薄，怒斥南嫂不帮忙丈夫，一个10岁孩子却承担许多人一生都没的责任。懂事的孩子没能分担太多。南哥那边麻烦不断，先是恩山说在汽车旅馆那晚吻了他，恩山提到接吻却没有进一步要求。南哥面对这些不知所措，当时他喝醉了，根本不记得接吻的事。就在他心烦意乱时，又遇到新的麻烦。南哥的老爹摔倒了，需要一大笔手术费。那晚这个走投无路的男人喝得酩酊大醉，眼泪还没干就回了岳父家。他的最后一条搞钱的路子只有这儿了。南哥受辱，选择向继父低头，愿意做个没尊严的赘婿，唯一条件是工资必须他自己掌控。继父觉得南哥把他当成贪钱的财迷，愤怒地把南哥的工资存折砸向了他。次日，继父看到南嫂也有意见，私下向他解释自己保管工资的理由。早些年南嫂差点嫁给小混混，是继父强行让她嫁给了正派的南哥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继父就完全信任南哥，因为女儿除了家世，各方面条件都很差。
继父担心南哥有钱后会抛弃南嫂，便竭力保护女儿，防备这个外人。不巧的是，父女的谈话刚好被门外的南哥听见了。在南哥最孤独无助的时候，恩山悄悄走进了他的心里。他约南哥到一间公寓喝酒聊天。南哥悲惨的身世加上喝酒的影响，让恩山控制不住地爆出一堆猛料。他挪用公款租了这套公寓1个月。恩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南哥，他不要名分，只想在这里和南哥做1个月情人。南哥拼命抗拒，但这个生活不如意且喝了大酒的男人，面对着28岁满怀爱意的女孩，最终还是倒在了他的攻势下，情感爆发，瞬间失控。姐姐恩江也随妹妹一起陷入混乱。事情起因是海洋给恩江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，就在见面前夕，那人给恩江发信息说了自己的离婚史。恩江问对方海洋是否知道这事，确认后恩江当场恨上海洋。可怜的海洋其实也是在几分钟前才收到消息，知道那人有婚史。从此恩江走上了复仇的黑化之路，他冲到渣男的婚礼上捣乱，把他的劈腿事告诉了新娘和他父母，用私密照片搞砸了婚礼，很解心头之恨。恩江的目标远不止在渣。那天海洋请恩江帮忙送贵重珠宝给客户，恩江假装联系不上长途司机，让海洋派次元同行，一场闹剧就此展开。路上恩江借口次元开车不便离开方向盘，时而喂食次元，时而帮他擦嘴。回去的路上天已经黑了，恩江提议顺路去树草的海边走走，有意无意聊起早年一起玩的时候，当时还被路人误认为是新婚夫妻。黑暗中恩江继续传递若有似无的暧昧信号，让次元心里一阵慌乱。再次上路时，恩江无意间从次元那里得知，原来海洋送他的婚戒是客户退掉的。他瞬间感到自己像被当成了垃圾桶，愤怒不已。恩江将开始他的猎杀计划。海洋确实给了他机会，在恩江的怂恿下，海洋邀请了妈妈同住。海洋事前没和次元商量，这使夫妻矛盾加剧。这时煽风点火的恩江上线了，他假装安慰次元，故意透露出海洋因为父亲生意失败和妈妈住院欠债的秘密。次元心里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这还没完呢，恩江越来越擅长装作不小心说漏嘴来挑拨。他转身就把杨妈和海洋同住的消息告诉了次妈。次妈嫌海洋家境不好，一直骂他骗婚，一贯有优越感，绝不允儿子去伺候杨妈。他盛气凌人的过去大闹一场。杨妈也常说一些瞧不起恩江的话，不过这次他碰上次妈这个泼妇，只能认怂。这时恩江叫回来的海洋也加入了混战，两人吵得越来越凶。海洋忍无可忍报警，抓了私闯民宅的后妈。这场面被次元看到，很多男人的底线是家人，次元的底线几乎被触及，夫妻俩大吵一架。当晚次元买醉，恩江偷偷跟着，他怂恿次元出钱让杨妈母女去度假。恩江当然不是为帮夫妻和好，他真正的目的是趁海洋不在攻陷次元。恩江还把恩妈介绍到次爸家里做帮佣，恩妈听从女儿的嘱咐，隐瞒了他们的真实关系。至此恩江一家3个女人完全 infiltrated 进了这个家。讽刺的是，南哥出门去和恩山约会，南哥刚出门，八卦的恩妈就对次爸他们断言南哥出轨了。他说南哥的精神头很异常，不像中年男人。恩妈这敏锐的怀疑加重了次爸的猜疑。当天夜里，次爸偷偷拿出了一根保存完好的女性头发，这是他以前在房车里发现的。这车除了次爸，最有可能就是南哥开出去的。这家伙一会儿说去参加客户弟弟的婚礼，一会儿说开回老家忙得很。次爸越来越觉得不对劲，他这一大家子真是内忧外患。而且海洋出去散心，竟遇到了一直喜欢他的同学阿奇，实际上是恩江安排的，是他透露了消息，才让阿奇能和海洋深夜共饮。酒精能让情感和欲望更强烈。阿奇和海洋在海边散步时，阿奇突然抱住海洋，表达了爱意。与此同时，恩江借酒和次元聊起他们的过去，还有自己长期跟在海洋身后被看不起。这个女人操纵次元的情绪，时而羞涩，时而心疼，有时甚至难以抵抗恩江的温情信号。那晚恩江穿着性感的睡衣，一步步逼近那个手足无措的次元。恩江抓住了试图逃跑的次元，此时次元女儿的呼唤打破了沉默。等次元哄完女儿回来时，恩江已经离开。次元心里涌起一丝莫名的失落。反观海洋这边则有些小激动。在海边散步时，阿奇强吻了他，当时海洋热烈的回应，尽管他第2天对阿奇说昨晚是酒后错误，
但这种分界的表态已经为时已晚。阿奇全力猛攻，根本没停下的意思。此时的意外暂时熄灭了两人的小火花。杨妈因为老公出轨，对男女关系特别敏感，听到海洋打电话，才知道恩江在帮海洋带娃。杨妈担心两人出事，坚持当天必须回去。她的担心的不无道理，成功减少了恩江和次元相处的时间。但麻烦的是，杨妈多嘴提到阿奇也去了。次元隐约知道阿奇是海洋唯一的男性朋友，关系有些微妙，他的脸色当场变得难看。海洋再三解释说只是偶遇，这才让次元稍微冷静下来。但更棘手的事还在后头，也许是最近受到恩江的暗示太多，当晚次元就梦到自己和恩江发生了不可描述的关系。一觉醒来，看到枕边的海洋，次元竟有些不清楚该庆幸还是失落。第二天，恩江来照顾杨妈时，他警告恩江别妄想第三者插足，他的话又重又难听。忍无可忍的恩江冷冷回应说：如果我不来帮忙，你真觉得自己一个生病的人能独立生活吗？杨妈听完这几句话差点气坏了。海洋一回家，他就急忙告状。海洋刚去和次妈和解，结果被骂到崩溃，他身心俱疲，一再请求妈妈别再添乱，完全没觉察到恩江的心思。随后恩江再次行动，他看见阿奇来探望海洋，然后从海洋那里私下打听到他和阿奇在海边亲吻了。恩江几乎100%相信这个闺蜜，然而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发生了。海洋带着珠宝设计参加比赛，主办方说他作品被举报抄袭，换做别人可能会选择和解，但海洋性格硬，立即去警署报案。其实内鬼正是恩江，买设计稿的人说只借鉴，却恶意举报海洋抄袭。这时阿奇闻讯赶到帮忙，恩江赶紧偷溜出去打电话报信。夜里，情绪低落的海洋回家后又跟次元吵了一架，次元满肚子火，半夜出门，海洋状态早跑回公司把恩江叫来诉苦。这时次元发信息约见恩江，恩江赶忙谎称去打工，匆匆离开。之后恩江又开始折腾次元，故意透露海洋遇到麻烦，和海洋走得很近的阿奇忙得不可开交。一瞬间，次元的脸色比头顶的灯光还绿。此时海洋的一个闺蜜正好来酒吧喝酒，远远看到恩江和次元深夜在酒吧见面，海洋心里一紧，不知如何探查情况。结果第二天恩江主动找上门，先告诉他诬告海洋的竞争对手已经逃走，劝他别浪费时间去追究。接着提到自己昨天打工路上，担心海洋和次元的感情问题加重，于是便去找次元开导。结果次元一聊起话题，总是先提到次妈。恩江很懂人心，这番假话也是专为海洋编造的，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海洋的想法编的。海洋对恩江深信不疑，自个儿却心乱如麻。夜里，海洋的公公次爸心情也乱糟糟的，他悄悄拉着恩爸当司机，跟踪南哥来到金屋藏娇的地方。次爸本想不顾一切冲进去抓奸，但恩爸的一席话让他犹豫了。如果真被次爸抓奸在床，南哥肯定会和这个家闹翻，那时次爸公司的事，女儿外孙外孙女怎么办都是难题。想到这儿，次爸决定先缓缓再说。另一方面，季妈那边也出事了，她的海产生意急需资金周转，因为她一向不问老公要钱，只好去找关系不和的继母借了一笔。继母之所以答应，是因为她爱钱如命，海翔保证只借3个月，利息却能高达到诱人的10%，而且海洋还承诺先支付利息。从以往的经历来看，这笔钱10有8九会出问题。还没等次妈这边有麻烦，南嫂那边先出事了。次爸最近总是试探她离婚了怎么办。晚上睡觉时，南哥经常睡沙发，南嫂在迟钝也发现老公有外遇了，于是她先查了南哥的手机，但没发现什么，又在南哥的车里翻找了一通，结果没找到证据，反而发现了老公吃的抑郁症药。南嫂顿时对老公感到愧疚，于是第二天主动提议两人出去吃饭。途中南哥有事回公司拿文件，恩山因为距离太远没看到副驾上的南嫂，他兴奋地挥手和南哥打招呼。幸好男同事柯南模仿着恩山的动作手舞足蹈，南哥骗南嫂说同事们喜欢跟他开玩笑，才没有引起南嫂的怀疑。出轨的是掩不住，柯南早就看出南哥和恩山的勾当，他一直很尊敬南哥，所以才刚帮忙隐瞒。此时恩江那边更戏剧化的展开了。